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比较特别，就是我们同时算是有参与了主办，然后但同时呢，我们也要帮忙协办。那我觉得，因为这个东西的参与就比较深度了，所以我当时开始对于这个奖项定位也有了比较多的疑惑，像是总奖到底是要奖励谁？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前阵子这个 YouTube 的年度盛事走中奖呢刚刚结束了，但是结束之后，新闻啊还有社群上面就出现了很多讨论跟争议，像是有人提到现场的状况有点混乱啊，维腾呢就有批评这个最佳动画奖评审的标准看不太懂，颁给这个 C 卡的争议。那还有走中奖到底是不是一个小圈圈自卫，要跟这个志奇啊、阿迪比较熟才能够得奖的之类的说法？那因为我自己呢，在这个走中奖也是从观众啊、参赛者、主办、协办还有评审都当过，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要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聊聊我自己参加那么多届走中奖的一些心得，还有对于这些走中争议的想法，以及呢未来可能对于走中的想象还有期待。不过还是打一下预防针哦，今年我们除了是参赛者之外呢，完全没有参与走中的主办啊跟评审之类运作，所以今天聊的很单纯，就是一个个人的主观视角，我不代表任何的人，也不可能讲得很完整。那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或者建议，我都很欢迎你在留言区补充给我知道。OK， 那当然呢，在一开始哦，我们身为一个 YouTuber 呢，一定还是要先来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想当一个好老板，关心员工的身体健康也是很重要的。现在就让我们来一个新知识快问快答。第一题，男生还是女生会需要比较多的锌呢？男生。对，没有错，因为这个睾固酮分泌需要锌哦，会影响大家比较在意的性功能。第二题，生蚝里面有丰富的锌哦，那吃生蚝要配什么呢？香菜，因为台湾人吃什么都配香菜，对不对？答案是配柠檬，因为里面有维生素 C 哦，可以帮助锌来吸收。第三，锌不够的话呢，会怎么样？会伤心。锌无能。锌的主要功能呢是帮助代谢，所以缺乏锌的话呢，可能会掉头发、皮肤变差，还可能会影响到胰岛素的合成，血糖就可能忽高忽低。如果你也爱喝手摇饮、吃甜食，一吃饱就困，除了定时吃饭营养均衡，还可以再加上苦瓜生态来 hold 住代谢，保持平衡稳定。大眼生医300倍浓缩超临界萃取活性苦瓜生态，有全台唯一的德国专利，并添加肉桂、锌铬，能够有效的维持糖类正常代谢。再加上活性顶规的苦瓜生态，分子小好吸收，美凤姐吃了也推荐。现在还有限时优惠，赶快把握机会下单吧！都觉得可能可以先帮一些没有跟得很紧的观众补充一下资讯。就这一次走中的争议，如果用很简单的方式来说的话，我觉得大概可以分成2大块啦。第一个就是这个现场的状况比较混乱一点点，像是有人提到这个动线啊配置有点乱，或者是这个麦克风的收音有点问题，还有像是这个欧野老师的这个表演超时被批评很尴尬等等。那第二个呢，就是属于这个奖项的争议，就是最佳动画奖的争议是大概这样子就是说它的主要战场是这届最佳动画奖呢颁给了这个短片选片的频道叫 C 卡，那它的这个影片呢叫做远火，然后入围的维腾呢就发文批评说看不太懂这个评审的标准在哪边。他说 C 卡频道呢只有一支动画却赢得了这个奖项，相比之下呢，其他鼻妹之类的这个入围频道呢 90% 都是动画，不懂为什么，然后呢表示今年会是自己最后一次投稿。那后来也有蛮多人质疑说 C 卡不是自己制作动画，而是经过授权之后代表其他的参赛者来参赛。也有人就问说这个木棉花是不是也可以参加走中奖然后碾压大家。那在维腾发文之后呢，这个 C 卡频道创办人就是翁黄德，他就没有过多久其实也在自己的脸书上面发表了回应。他表示走中奖的奖项名称呢是最佳动画奖，不是最佳动画频道奖，所以如果是评比动画本身，那创办人觉得他们完全有资格参与这个奖项，也都符合报名的规则。而除了动画之外呢，这个生命贡献奖也有点状况，就是像是古阿莫的团队呢就有抱怨说自己的团队都冒着生命危险在拍摄，但3次入围都没有得奖，然后就批评走中奖呢是自爽，没有要求呱吉公开这个评审的规则。那事后呱吉也有出面回复，那有点长有点多啊，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那我觉得有个重点是在于就是强调这个走中奖呢要面面俱到，确实是有它的困难之处，只能够尽量的制造一个对于所有创作者都友善跟公平的环境，无法让他自己的偏好去影响任何人。好，那我们就大概回顾到这边，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可以聊聊是我怎么样看走中奖的。我自己第一届是观众啊，当然就会很上网，然后到了第2届呢，就开始有参加走中奖到现在。那经历过了刚刚讲到的观众、参赛者、协办人呢，还有这个评审的身份，其实每次的身份转换都有点不同的感受。所以我想说，接下来呢，我就可以分开用不同届的这个角度，还有不同的身份来跟大家聊聊。
那像我们在第2、第3届的时候，我是一个单纯报名参加的参赛者嘛。那我认为我当时的心情呢，就是单纯的期待被看到，不管是认识其他的人，或者是想要被这个社群给看见，或者是我想要被其他的观众，或者是其他任何人给看见，就增加一些自己的影响力。所以当时我觉得对我来说，不知道这个评审标准，然后有没有得奖，真的是无所谓，基本上是没有想太多的，因为我只要报名了，能够到现场跟大家聊聊天，然后看到以前认识的这些 YouTuber 啊，然后或者是跟他们一起拍片，甚至是在网络上面有些讨论，对我来讲就已经非常非常开心了，所以我基本上是没有想太多的。那到第4届的时候，因为汤妈他们就是有遇到一些应该是执行上面的一些问题啦，所以他就找了我跟阿弟说，可不可以加入主办，然后一起来帮忙办。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比较特别，就是我们同时算是有参与了主办，然后但同时呢，我们也要帮忙协办。然后当时主办的部分，我们是有实际的入资，然后会参与大大小小的会议啊，跟讨论。协办的部分就是我们要单独的把这个评审的任务承包出来，把它完结掉。所以这时候会同时有一些主办跟有一些这个协办的角色在。那我觉得，因为这个东西的参与就比较深度了，所以我当时开始对于这个奖项定位也有了比较多的疑惑，像是总奖到底是要奖励谁？像是维腾啊、C 卡的争议，其实基本上就有点像是这个到底是在奖励频道还是作品呢？如果他是要奖励一个频道的话，可能你要看的是频道整体的成长啊，还有没有持续的突破啊，或者是这个频道它有没有很多支的作品都值得讨论，那甚至是可能报名的机制也会不太一样。那如果是作品的话，其实可能就是单看一支，例如说我们的哈就做得非常的精致，那我们就是比较这支作品，这个东西是有一点点差别的。我想大家这样听完应该是能够理解。那再来我的第2个困惑呢，就是想要奖励什么呢？如果它是一个奖项的话，是要奖励创作者的辛苦吗？还是创作者的突破？还是单纯的我们可能是要拉抬产业的兴起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可能。就是因为1万的创作者跟100万订阅的创作者，他能够做到的事情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想要得到的鼓励也不太一样。像是小的，可能那个时候我在参赛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只要被看到，被更多人认识，我就会非常开心，甚至是得到大的创作者我的这个社群前辈的认同，我就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或者是小的可能会需要更多的业配机会，因为被看见了嘛，有更多的业配机会能够发展的更好。但大的可能他们已经不需要更多的业配机会了。那毕竟 YouTube 这个领域越做越大，心灵上面能够得到正面回馈的机会真的是会下降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单纯的去想说，好，我这个奖项就要定位在一个我只奖励大的创作者，或者是只奖励小的创作者嘛。因为如果你都只奖励这个大创作者这些高成本作品的话，其实小的创作者反而又不敢加入，因为看起来就是不能够投，所以他不敢加入。那另外一面，如果我们就是为了是奖励这些产业的新人，像是有些时候评审呢，他其实会更倾向给一些小频道，那这样子大的创作者他们就可能会越来越失去来的意义，甚至不想报名。这个时候，我觉得又会再反过来产生一个困境，就是因为一个奖项的高度跟关注度，我觉得不可否认是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星光，也就是有多少的明星愿意花时间去参与跟报名参赛。像是去年的大嘻哈的报名，确实我觉得它会让这个奖项的高度更进一步。那我同时也看到了一部分创作者会感到困惑跟讨论说，大嘻哈真的能够报名吗？那他报了，如果他还得奖的话，那我干嘛要报？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值得去思考跟讨论的一些角度。而我看到的一些真实在发生的现象，就是一些非常有选择权，然后他自己已经不需要更多舞台跟认可的人，也就是可能已经成为明星的那群人，他们的投入就会渐渐的减少。那这件事情对于走中来说是好事吗？或许关心走中的大家也是可以去思考的面向。那第3个部分，我觉得是要怎么样去奖励。我觉得这就有点像是古阿莫团队提出来的这个抗议的一些本质啊，就是当大家其实都做得很好的时候，那我们到底要奖励谁呢？像之前呱吉有说，就是他是要奖励这个好的影片，但是毕竟我们是一个分众的时代，大家对于好的影片的想象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像是之前有一个有被讨论过的争议，就是 Jordan 他的那个逐格动画，他那时候也是动画奖就是他是做非常非常专业的逐格，有评审就会觉得说这么专业的东西，拿来比较，不是很充满网感的东西，他觉得不喜欢。也有别的评审对于 Jordan 就是比较熟，他就知道说没有，他就是一个人单干，然后默默的一直长起来的一个团队，这个东西超级 OG， 他根本就是超级元老级的 YouTuber 啊，所以他得当然很合理啊，这个是很网感的东西。所以什么叫做网感，什么叫做好，在每个评审甚至是几个人或者是一大群人之间，就会有很多不同的讨论。所以我觉得他的困境是在小的时候，这件事情真的就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当它变大了之后，关注度变多，
有很多事情就变得好像必须要更认真的去思考它。那这边我觉得就可以讲到另外一点，就是这个定位上面到底是恶搞还是三金。怎么讲，一开始就是有点写你嘛，但是现在这个评审制度是非常严肃的。那我自己也有参与过金钟，我觉得走中的认真跟严格程度跟金钟比也是不输的。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情境之下，大家也就会希望得到的是一个认真的结果，会想要有一个明确肯定的评审标准。我觉得这个是它的设定本质跟形式，还有大家参与的这个意愿上面造成的一个结构上面的不平衡。所以我自己在回顾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当走中或者当创作者还小的时候，上述的这些定位问题可能都没有那么大，但是当影响力逐渐开始扩大的时候，有些状况就开始会浮现。那我虽然好像讲了很多问题但我必须说我自己觉得很大一部分都是非战之罪，然后我也觉得走中本质上可能就会比较不好做到这些事情。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分众的市场，自媒体是一个很讲求分众的地方，那网感的标准就像刚刚讲到，它也很分众。我们要在分众的市场上面找到一个共识，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所以走中自然而然就会一直有争议，而这些争议其实也是走中影响力的展现，因为大家就是在乎才会想要吵嘛。如果有人会说我就是想要走中没有争议，就走中如果要没有争议，我觉得只会是走中没有影响力的那一天。那这样真的好吗？就我不太确定。另外，我也觉得就是颁奖本质上就是一个绝大部分人都会不开心的事情。你入围大概就是5到6个嘛，5到6个里面就是基本上一个人会得奖，所以他80%到80%多一点点，就是就不会得啊。如果你是抱着你要得奖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真的绝大部分人都不会开心。所以这个时候，作为一个社群活动，作为一个奖项，我觉得他们可能就会面临到说，如果很多人都容易不开心，那应该要怎么样赋予他们愿意来的理由？另外，我觉得走中的困境当然还是在于这个公共化的困难，预算啊、经费这些压力，它就是一个困难点。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公共化的奖项，它背后其实就是政府的钱，或者是基金会的钱，或者是某某协会，就是大家一起来分摊这个钱，然后去支撑它。但是本质上走中就是上班不要看资产嘛，这个亏损的压力都是呱吉要承担的，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很难说公共化就公共化，因为最后所有的决定就是他要担嘛，所以我是真的觉得他有他的困难度。我刚刚只是很简单的去讲一些一般观众应该是比较好理解跟想象的问题，那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就是这些问题确实都非常非常的难。但是一个奖项要从这个小众走向大众，然后呢又是处在这个持续分众的时代，真的是一个很巨大的挑战，我是非常非常 respect 的。那这些问题就是在第4届我们加入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感受，就是有些它大概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它需要花时间讨论跟花时间去摸索才能够解决。不过后来我们在第4届的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有发现到说，我们可能在做事方式啊，或者是对于整体的目标来说，其实是有一些差异的。所以我们在第4届结束之后，我们就没有再参与主办了。我们就是先单纯的当协办就好。那像是第5届呢，就是我们是有帮忙他们的评审制度，那就是纯粹的把评审制度好好的执行好。那到了第6届，其实是因为找我们的时间有点太晚了，我们真的是接不下来，所以第6届我们就是连评审的这整件事情都没有当，然后单纯的只是一个参赛者。然后还有这个 after party 的时候，我有帮忙一些，就是帮忙主持一下一个小活动而已。因为这样子的故事所以我看到有些说法呢，就是有讲说我跟阿滴是好朋友就会得奖，我自己是觉得哇，这真的是误解有点大，就是像我自己今年也都没有得嘛。我自己觉得会有这样子的误解，真的就只是因为我跟阿迪就是一个比较喜欢接触很多同业的人。好，我觉得有点扯远，这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我虽然已经没有在参与走中的运作，但我想强调，因为我还是非常非常尊重这个奖项。我尊重的方式就是我会花足够多的时间跟资源来参与这件事情，所以每年我们会好好的讨论、开会，拿出最好、成本最高的影片报名参加。然后我会特别的运动减重，然后把体态弄好，然后拿出最好的妆法跟造型参加，跟大家拍照。然后我也会拿出最认真的态度去参与一整天的行程。然后如果走中需要我的一些帮忙，我基本上我能够帮忙的我会尽量的帮忙。然后我很期待他会继续办得更好。最后可能可以稍微的分享一点点，就我自己对于走中未来的一些想法或者期待这样子。我觉得走中它会产生这么大的争议，本身就是代表它影响力的体现。然后以及今天走中它会有这些争议，不是全然都是走中的锅，而是
这个复杂的有机的这个过程当中，它自然而然会形成的一个结果。在这样子的结构之下，如果我们一直还要想要就是觉得说，哦，这个东西很烂，这个东西很怎么样，那我觉得最后其实情绪劳动的都还是自己。所以最后作为一个参加者，我觉得我是有稍微的调整了自己对于走中的期待，尤其在我对于走中的了解变得越来越多了之后，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不是来比赛的，而是来参与一个社群的活动。我们可以借着这些评审的眼光去看看，去年有没有一些漏掉的好影片，然后呢，也可以看到，谁是现在最红、最有影响力的一些创作者，这些都是在演算法的这个过滤泡泡之外，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们就可以去看看他们怎么做，然后我们可以学习什么，让自己接下来影片可以比之前还要更好，然后就是跟自己比。那不管是造型也好啊，或是影片也好，我觉得都可以持续的努力。好，那我觉得今天可能差不多就讲到这里，就是不过再次强调，就这些都只是我自己角度的一些看法，我并没有参与走中的运作，那可能看到的角度也不见得非常完整。那也顺便回复大家，我看到在很多留言区啊，或者是地方，就是有些人有在支持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得奖，那真的很谢谢大家。那明年我们还是会继续的努力。好，那今天影片呢就到这边，最后我们也来问大家，你是怎么样看待这一届的走中奖呢？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哦。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聊聊这个主题。此外，也可以点击这地方看其他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